我们来听一下它生成的播客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剪刀石头布莱登。另外 Skywork 也是全球唯一一个能做 Deep Research 简报的产品。其实很多时候啊，我们讨厌工作并不是讨厌工作它本身，而是因为那些重复、低效又繁琐的任务。像我自己，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去想一些有趣的内容，拍摄，把脑中天马行空的想法整理成一个作品，一个 video， 一个文字或者是一个音频，跟大家去分享。但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就会有很多繁琐的步骤，比如说收集资料啊、整理数据啊、排版等等。那最近我们团队呢就用了一个 AI agent， 我发现能大大的提升这种繁琐、重复、低效的工作的效率。它叫 Skywork， 它不是一个单一功能的 AI， 而是一整套的 super agents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，其实市面上有很多，比如说做简报的 AI 啊，专门做市场调研的 AI 啊，还有文字转音频的 AI。但 Skywork 它就像把这些所有的功能都集合到在一起的超级智能体。举个例子，我丢给他一个题目，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发展史、经济与人文背景，只要一个指令，它就能同时输出文档、表格、简报、网站还有播客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所有的内容都是可以溯源的，每一段资料都能追溯到原始的文献，这样就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收集资料的一个效率。那因为我下一个准备旅居的地方是马来西亚，所以我就让他研究马来西亚国家的起源、发展、人口、经济还有治安，以及去旅游有哪些重点是可以看的人文风情，做成完整的文档还有音频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做好的这个文档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直接给了我一本电子书，并且有完整的目录。我们点进去每一个目录的部分，可以直接链接到对应的板块，而且它排版是非常精美的。它直接给了我一本可以让我完全了解马来西亚的这个全面指南，而且已经有一些很完整的图表。那如果你觉得字太多的话，比如说像我比较 prefer 用音频的一个形式去接收这些信息的话，因为我在这里让它帮我除了做文档之外，还有音频。我们来听一下它生成的这个音频版本。深入探索马来西亚，从古老王朝到现代熔炉的全面指南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让它调研一个题目的话，除了我们可以生成一个报告，也可以用音频的这个形式去更好的接收。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做调研啊，还有吸收新资讯的一个方式。那为什么我觉得 Skywork 的这个音频功能是我用了那么多 AI agent 里面，我觉得对中文的支持是最好的？其实我一直以来呢都很想做播客，但是因为我有口音，所以我经常讲稿子啊，或者是比如说现在讲话，我都要录很多遍。但是有了 Skywork 之后呢，我觉得它很好的帮我解决了这个痛点。比如说我上传了一份我们付费电子报的一个长文章，然后我跟他说生成一个台湾口音的女生单口播客。那他在接收了我的问题之后呢，他就问了我一些关键的问题。他说你希望播客的名称是，那在这里我随便讲了一个名字，我就说剪刀石头布莱登。然后他又问你希望播客的长度是，我在这里的话就选了5分钟，因为我想先测试一下它的实际效果是怎么样的。因为我们上传的那个文章呢是关于 Smiley 这个品牌的，所以他又问我们你更关注以下哪些方面。那在这边我就全选了，我希望他能把我文章里面所有的内容都讲出来。然后他又问你偏好哪种播客风格，那在这里我就选了故事性的叙述，生动的去讲述这个品牌的历史。那他就会根据我的需求去制定这个播客的制作计划。那在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播客就做好了，我们来听一下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剪刀石头布莱登。黄色笑脸符号是怎么变成一个价值5亿美元的商业帝国的呢？我们可以听到它其实整个表达比较没有 AI 感的，就是非常自然。反正我自己觉得呢，是比我练要更加的好。我自己练，我觉得练的没有它好听。你们是希望听这种声音呢？花点时间微笑这个口号，还是说我自己去录了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 Skywork 的生成简报功能绝对是我用过这么多 AI 最好之一。我上传了一个我们电子报的一个长文章，然后我跟他说根据文档内容生成一份动态的 PPT， 简洁设计，每页不要太多字，尽量用图表或者是图标表达意思。那接收到了我的问题之后呢，他问了我一些基本的信息。他问我演示文稿的语言，那在这里我选择繁体中文。他还会问你简报设计的风格啊、动态效果偏好啊，还有你希望重点展示的一些信息。然后他会根据我的回答再继续生成这个 PPT。我们来看一下效果，可以看到他生成的这个简报效果是我觉得很好啊，它有一些动态的图标，然后整个设计也是非常简洁，就是我想要达到的那种效果。我觉得真的有点厉害，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再做 PPT 了好吗？当然有一些小的细节可能需要改一下，但如果要改东西的话也很简单，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编辑，就进入到了编辑模式。然后我们可以调整一些，可以删除，也可以把这些位置调整。那位置调整的话，注意你要等它有个小手这样子才可以调，如果没有小手的话它是调不了的。有个小手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位置换一下，基本上没什么需要调的，我觉得做的真的非常好。改完之后我们点击储存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可以在新分页开启，
可以在这里预览，也可以下载下来。那下载的话，它给了我们很多种格式选择，有 Google Slides 啊、PPT 啊、PDF 啊、HTML 啊。然后我们也可以分享当前的这个档案，可以选择仅自己可见，也可以选择公开给大家见。然后连接的有效期，我们也可以选3天、7天、15天和30天。我们可以把它分享到 Facebook、X， 或者是直接把这个复制连接就可以分享给，比如说你的同事啊、老板啊。那在这里呢，它有一个很好的功能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你很喜欢的模板，你可以自己上传那个模板给他。在这里我就是上传了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配色，然后我让他用这个模板去做这个乌拉圭旅游的简报。那除了可以根据用户自己上传的模板自动生成简报以外呢， Skywork 本身自己就有20多套官方的模板可以让你用，基本是覆盖了经常用的一些场景。可以看到它生成的这个简报，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的好看，因为它支持很多个可视化的组件，比如说它有图表、有图片，也有一些资讯图，看起来就非常的直观。我用过很多类似的 AI 做 PPT 的简报软体，有很多是信息的堆叠，只是一个文字墙，但 Skywork 可以看到它排版是非常精美，绝对是我用过排版是最精美的。另外 Skywork 也是全球唯一一个能做 Deep Research 简报的产品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溯源的小标签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图表的信息来源是哪里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信息来源是 Wikipedia， 这也是我最喜欢 Skywork 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它所有的信息来源你都是可以溯源的。比如说这个2024年全球经济体自由度排名57，它的来源于经济部国际贸易署。我们可以看到它找的信息来源是官方的、政府的或者是 Wikipedia 的，所以它的来源第一可溯，第二个就是它找的这些信息源都是非常可信度高的。另外，如果你觉得某一页你生成的不满意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单页重新生成，这样就可以减少积分的浪费。另外，它也可以直接导出到 Google 的简报。这里有个小 tips， 就是你导出的时候，如果选 PPTX 这个格式的话，视觉效果是最好的。那如果你是做类似这种旅游指南，只是给自己看的，或者是给朋友看的，那我建议你可以选择快速版。那如果你是工作用的，或者是学习用的，或者是交作业用的，那你可以选择深度版。那最近有新的同事入职啊，因为我的频道有很多内容都是讲关于 AI 的，那他就想快速的了解市面上所有的 AI 工具有哪些特点，所以他就让 Skywork帮他对比目前市场上 AI 的汇总，帮我整理成一个调研结论表格。那 Skywork 在接收到问题之后，先问了一些关键的问题，比如说关注的 AI 类型、关注的地区。如果你不选的话呢，它会选择自动规划跟决策。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加准确、更加想要达到你想要的效果的话，最好还是要填一下这些补充的信息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生成的这个效果。它给了我们一个表格，然后也给了我们一个总结的报告。它在表格里面提到了市场概况分析、发展趋势、选择建议，还有注意事项。然后在表格的下面，它有4个 tab， 有视频处理 AI 工具，它给了我们一些比较多人用的视频处理的 AI 工具，包括了开发商、可使用地区、它的优点、缺点，还有是否免费。主要是它可以通过一个 Excel 表格这样的输出形式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表格下载下来，然后再上传到我们的 Google Drive 上面。我们可以之后再补充新的信息上去，等于说它给了你一个基本的框架跟模板。其实我觉得 Skywork 真的在多种格式的输出这方面真的做得蛮好的，因为像有的人他可能喜欢用表格的形式去展示信息跟对比信息，有的人他可能获取信息他希望用音频的形式，比如说我，那有的人他是喜欢用图表。那这些以上提到的这么多的输出形式 Skywork 都支持，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地方。那除了文档、表格、简报和播客以外， Skywork 还能做网页。比如说我让它做一个 blog， 主题是各行各业可以如何利用 AI 去提高效率。他在接收到我的问题之后，问了我网站风格的偏好啊，重点关注的行业啊，还有网站功能需求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生成的这个网站怎么样。他给我们生成的这个网站呢，里面包含了 AI 工具推荐，就是我刚刚给他指示的很多我用的别的工具，它可以帮你生成一个网页，但是里面的一些信息它是没有的。但在 Skywork 这里，它是连超链接都帮你做好了，点进去访问官网也是可以访问的，甚至包含了点击详细信息里面给我们的一些它的主要功能啊、价格啊，这些基本上是可以用的一个网页了，因为它所有功能都包含在里面。还有真的推荐了一些可以访问的工具和网站，比如说这里使用教程，这里我们点击查看教程，它还给我们做了一个不同任务的推荐工具，还有效率提升的一个
对比。其实我觉得 Skyward 对于我们这种内容创作者来说，真的是提高了我们非常多的效率，因为我们经常脑中有很多的想法，比如说我经常想到，哎呀，走着走着路有这个影片主题想做，那个影片主题想做，又或者是我读完一本书，脑中有很多杂乱的想法，但是如果我要把它传递成一个观众可以接受到的一个形式的话，那我就需要整理成各种有结构的部分，通过影像的形式再传递出来。那这个时候我脑中杂乱的想法如果是打字或者是写下来会特别慢，那这个时候我会先用口述的方式讲给 Skyward 听，然后它会自动帮我转录成文字，再整理成条理清晰的文稿。那这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是非常实用的功能啊。那如果你也想自己试试看玩玩看 Skyward 的话，工具的链接我放在影片的描述栏处，使用我的链接可以享受专属的优惠。如果是选择月度会员的话，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；如果是选择年度会员的话，可以享受6.6折的优惠。那本期影片的文字版以及更多我平常在测试 AI 的工具啊，还有使用的技巧，我都会放在我的电子报跟大家分享。我是 Braden 布莱登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